生物群系改造 Biome Makeover 模组，上期视频中我们介绍了有鬼魂的恶地新地形，有各种发光蘑菇的蘑菇岛新地形。这期视频要介绍剩下的2个内容：沼泽以及黑森林。那首先就从黑森林开始吧。新的黑森林有更高更黑的树木，有点像丛林中高大的树木一样。地面上还有一些新的植物，都可以分解做成染料。黑的这种植物有点像凋零玫瑰，碰到之后会对玩家造成虚弱效果。在树叶顶上，有的时候会遇到一种扩散的藤类，可以用剪刀收集下来。玩家可以拿来装饰自己的房子，不过在生存中踩到是会被减速的。除了植物，还有一些新的石头，在地表和地底都可以找到这种像紫水晶一样的方块，在夜晚上面的水晶会发光，玩家可以收集，用来制作新的诅咒附魔系统。这个系统效果简直一言难尽，有让玩家在水下无法呼吸的，有在水里下沉的更快的，有受到更多跌落伤害的，还有让弓箭打不准的等等诅咒。谁会主动去附魔这种东西啊？总之作者开心就好。然后是建筑啊，黑森林里面最大的改变就是林地府邸了。这个林地府邸得到了终极大更新，建筑种类更多，大小更大，里面有更多的战利品和怪物，并且内部的装饰也更加丰富。这是一个诅咒附魔室，这是一个织布室、熔炼室，藏了个铁傀儡保安的地方，种花的地方，种仙人掌的，种蘑菇的，还有种田的，就离谱。这都不需要去掠夺村庄了，灾厄村民们直接自产自销，村民们知道简直的高兴不得了。另外，在府邸的各处还有总共16种不一样的旗帜，喜欢收集的小伙伴可以把它们都找齐。玩家还可以在这里找到不少战利品的箱子，里面可以找到一些灾厄村民的服装，样子还是挺好看的，可以给我们稍微提升一些防御属性。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走，甚至可以发现底下有一个好深的楼梯，下面是一个非常大的地下室，有地牢一样的一些房间。地下室的最尽头有一个超级 BOSS， 他是灾厄村民们的领袖，好像门派长老关在密室里面闭关一样。不过他也确实称得上长老的名号，胡子花白，血量超级厚，还可以使用各种技能。首先瞬移就不用说了，他可以召唤小弟，召唤分身，还可以召唤铁傀儡或者劫掠兽作为坐骑。在坐骑状态下，还必须先把坐骑打掉才可以攻击他的本体。当然，幻魔者尖牙这种技能也被超级强化了，击败的难度感觉比末影龙要大多了。而成功击败之后，可以获得一个增强的不死图腾，使用它复活之后，会额外获得一些附魔金苹果一样的效果。在森林的生物方面，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可以种植的生物，看起来就像一个个大蒜一样，种下种子之后长大就跑了。我们还可以剪掉它们的花瓣作为染料，也可以直接击败它们，获得种子和果实。果实是可以吃的，还可以拿来合成一种一直生长的粉，给小动物使用之后，它们就会一直保持幼儿状态。然后是猫头鹰，这是一种会飞行的和平生物，我们可以用肉或者腐肉驯服它，它可以像狗狗一样保护我们，攻击力和攻击频率都挺高的。繁殖后的小猫头鹰直接就是驯服的，非常适合养一堆当做宠物。像这样身边围绕着一群小猫头鹰，可以让你的生存不再孤单。然后这个石像刚刚在林地府邸里面也已经见到过了，不过那边的是敌对的。我们可以用一些模组中的材料，像做铁傀儡一样自己制作一个，只要给它一个弩箭，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攻击敌人，妥妥的一个全自动炮台，就是攻击频率稍微有点低。然后还有一种喜欢光源的敌对生物飞蛾，它会主动攻击玩家，长得还很恶心，非常讨厌。击败之后的掉落物是飞蛾灵，制作的药水可以用来防止幻影的生成，加了红石之后持续时间高达2个小时，这个状态栏都已经显示不出时间那种。OK， 那么下面一个生物群系是沼泽地。首先是一些新的植物，原本的项目被改成了比较适合沼泽的柳树，还有高高的沼泽柏，河边还多了一些芦苇和香蒲，河里有一些开花的睡莲和可以叠加的小睡莲，以及一些大型的蘑菇，现在也会在这个地方出现，主要是一些视觉上的改变。还有一种新型的泥土叫做泥炭土，我们可以找到这一种长台的泥炭土，用锄头耕下它就可以拿来种地。这个泥炭土富含营养物质，可以加速农作物的生长。女巫的小屋也有了新的形式，我们可以找到有很多女巫小屋残骸组成的小村落，每个房间都有箱子可以找到战利品，通常有女巫在这里守卫着，而战利品中也有可能可以找到女巫的帽子，或者击败女巫也有很小的概率掉落。女巫的帽子可以让他们对我们保持和平，并且我们可以像和村民互动一样和女巫进行互动。互动的界面是一个任务界面，我们可以收集它所需要的物品，提交任务，从而获得奖励。有的奖励是一些材料，有的奖励则是像这种特殊的药水。然后是沼泽的一些生物，首先是蜻蜓，它有5种颜色，不过没什么用途。非要说它有什么用处的话，我们就得提一下蟾蜍了。蟾蜍会伸出长长的舌头捕食萤火虫和蜻蜓，所以这个蜻蜓还有食物的作用，并且它们的掉入物可以拿来让蟾蜍繁殖。繁殖成功之后，母蟾蜍会跑到水中产卵，并孵化出一个小蝌蚪。击败蟾蜍可以获得它们的肉和油，
油可以拿来炼制抗毒药水，效果类似于牛奶，不过只消除碱液效果，这就比牛奶的效果要好多了。第3种是萤火虫，它会发光，我们可以用玻璃瓶捕捉它，然后放在地面上或者墙壁上当做光源。这个瓶子被放置下来之后，萤火虫还会在瓶子里面动，特别好看。我们还可以用附魔之瓶捕捉它，附魔之瓶会被它们转变成闪电瓶。这个瓶子的效果是拿来转化生物的，就比如将村民转换成女巫，或者将苦力怕转换成闪电苦力怕等等。有了这个闪电瓶之后，我们利用闪电苦力怕来收集生物头颅就方便很多了。然后是敌对的生物，第一个是腐尸，他是被史莱姆击败的堕落的冒险者，身上有很多黏糊糊的东西，在水中游动的速度比玩家要快一点。手持一个大盾牌，我们必须要先打破盾牌才可以攻击他们。有的时候还会生成这种巨型史莱姆，击败之后会分解成一个腐尸和几个普通的大史莱姆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上一期视频的内容也非常有趣啊，是本期模组的前半部分，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。那么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